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有神无神科学大 PK 专题。本专题是为教会主日学基要真理课、基督徒传福音以及热爱科学的无神论者而作。在科学满天飞、科学人满地跑的今天，小孩子从一出生就浸泡在科学的海洋中，人们普遍崇尚科学。不论是有神还是无神，都必须拿出科学证据，才能以理服人，否则就是迷信，就是欺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。今天是像科学人，我们就做科学人。科学 PK， 一切以科学证据说话。这里不需要高深的理论，只要查验人体每一个细胞中的23对46条这样的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， 以及它们所包含的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序列。凡是具备现代高中电脑、数学和生物基础知识的人，都可以参与 PK， 都能在美国国家基因银行免费开放的网站查验自己的 DNA 编码，验证真假对错。有神无神，真相只有一个。DNA 的科学证据一定会告诉你那唯一的真相。人从哪里来，一直是有神无神争论的焦点。有神者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，全人类都是亚当一个人的后裔，其依据来自圣经。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。无神者认为人是进化来的，进化论的依据来自骨头、化石、形体的比较。他们比来比去，比出人与黑猩猩共主，比出人与香蕉、胡萝卜是表兄弟，比出人是古代鱼的后裔。随着科学发展，相比看不见的神，人们更愿意相信进化论，认为比一比骨头，摸一摸化石，看看形体，就是真科学。于是进化论登上了教科书，神创论被赶出了学校，不准再提。但毕竟进化论漏洞百出，双方争论从未停止。要想停止争论，必须找到真相，找到叫人无可推诿的真相。1953年，人类发现生命中的 DNA， 从此开辟了从人体自身 DNA 寻找人类遗传信息的秘密和方向。现代科学已经证实，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。DNA 是遗传信息，
一切与生命遗传相关的重大问题，都必须从 DNA 寻找答案。人从哪里来？无论是神创还是进化，都必须拿出 DNA 的科学证据。认识 DNA 之前的低前生物学时代，进化论是以骨头化石为依据，神创论是以圣经为依据。神创与进化真相只有一个。认识 DNA 之后的低后生物学时代，尤其是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30亿 DNA 编码序列的检测以后，生命科学迎来了低后生物学的全新时代。人类知道了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第一次知道生命的传递是信息的传递。人从哪里来？不是测量骨头化石，不是比较形体，而是查看信息。谁是人类祖先？不是看肉体，而是做 DNA 亲子鉴定。低后生物学时代不再是原始落后的肉体及表体之争，而是科学的信息及本体之争。认识 DNA， 认识生命，看见 DNA 编码，看见科学证据。什么是 DNA？ 从物质层面看， DNA 双螺旋结构是由4种碱基构成，4种碱基的代码 ATCG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DNA 编码。生命中有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， 它们都是由4个 DNA 编码 ATCG 构成的。人从第一个受精卵细胞开始，虽然只有针尖大，里面就有了23对46条这样的染色体，还有线粒体，以及它们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，一半来自父亲的精子，一半来自母亲的卵子。受精卵细胞会呈几何式的分裂，1分2， 2分4， 4分8，最后长成60万亿细胞的你我。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把这60亿 DNA 编码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。你我每个细胞中几乎都有23对46条这样的染色体，还有线粒体，以及它们所包含的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。也就是说，几乎我们的每个细胞中都有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。人和一切生物都是由4个 DNA 编码构成的。那么为什么相同的 ATCG 4个编码却长出了不同的生命呢？我们要认识 DNA 的功能层面。DNA 是遗传信息，生命能一代代传递，是4个 DNA 编码组成了不同的序列，承载了不同的信息，在不同的生命中
一代代传递。就像计算机可以用0和1表达不同的信息， ATCG 4个编码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序列，表达不同的生命信息，使信息决定了不同生命的形体。一切皆信息。问题是，谁决定不同生命的信息呢？1953年，科学家发现了生命中的 DNA 双螺旋结构，它是由4种碱基构成 ，ATCG 就是这4种碱基的代码，称为 DNA 编码。科学证明 DNA 编码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生命皆信息。人类第一次发现身体里面有编码，有信息，第一次知道祖祖辈辈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是编码，是信息。第一次知道生命是一本写满编码信息的书，祖先留给自己，自己传给子孙的，就是这本有编码有信息的书。对于只会看肉体的进化论者，要把肉体和编码信息连在一起去思想，去理解，真的不容易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当今广为普及的计算机学科有最系统的编码信息理论及丰富的实践，它像一把钥匙，为认识生命信息打开了大门。通过电脑编码信息入门，让很难理解的肉体编码信息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易懂，一目了然。因为生命信息是4态码 ATCG 组成序列传递信息，就像电脑信息是2态码0和1组成序列传递信息，它们都是数码化方式传递信息，绝对精准、稳定、保真。人类在认识 DNA 之前的低前生物学时代，只能看见生命的表体；进入低后生物学时代，才能认清生命的本体，才能看见人体中有24条这样的染色体，其中1号到22号这22条是常染色体， X 和 Y 是2条性染色体。虽然这24条染色体都是由 ATCG 这4个编码构成，但它们组成的序列不同，表达的信息不同，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24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组成的人类基因组，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人类基因组包含了30亿 DNA 编码，
就是这30亿 DNA 编码的信息长出了人的内外形体。人类终于知道了 ATCG 4个编码组成了不同的序列，是序列表达出了不同的信息，是信息长出了我们人的内外形体。事实上，能够理解 DNA 编码、编码序列、编码信息、数码传递、软体硬体在生命中运作的，不是生物学者，而是电脑工程师。严格讲，没有计算机知识入门，就不能够从肉体看见信息，不能从原始落后的低前生物学进入现代科学的低后生物学。因为组成了不同序列的每一条染色体和线粒体，就像工程师们编出的每一个软体程序。可以说，生命中的每一条染色体和线粒体都是一个超微型、超功能的计算机。它是软体，也是硬体，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指挥、自我复制、自我产生、自我运行，包含了生命成长的全部过程。其复制的严格性以及工作原理十分类似，却又远远高于当今先进的数码技术。如果以计算机为参数， DNA 形成的计算机体系功能涵括了计算机零件制造、整体装配及软体配置的全部领域，及英戴尔、IBM 和微软公司全部业务，不需要任何员工自行装配一个完美机体。人和各种生物的内外形体，因为一切皆信息。人从哪里来？低前看肉体，低后看信息。信息才是生命的本体。低后生物学为生命科学迎来了全新时代。虽然电脑信息与生命信息都是数码化传递方式，但本质上就像人与机器人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生命信息 DNA 是软体也是硬体，它不但承载传递信息、调节、控制、指挥信息，还能生长硬体信息。就是这神奇无比的 DNA 信息，长出了有思想、有情感、能说会道、能写会画、能歌善舞、能造宇宙飞船的独一无二有灵的活人。生命成长的每一步都是软体和硬体的结合，都是 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。从这个电脑模拟图可以看到，生命信息是如何进入人体，又承载了哪些工作的。从精子和卵子中各输入了30亿 DNA 编码遗传信息，进入到新的生命。在针尖大的新生命中，就有了23对46条染色体，以及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
遗传信息，其中有3%的编码是物质遗传信息，97%的编码是非物质遗传信息。3%的编码，也就是物质遗传信息，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基因的信息。基因的信息3%的编码，它会转换为 RNA， 翻译成蛋白质，然后经过细胞分化，产生各种器官，最后长成人体。而非物质的遗传信息呢，它包含着2个部分，一个是天性遗传，一个是指令系统。这一部分的非物质遗传信息你看不见，你也摸不着，可是却真实的存在。天性的遗传指的是人的性格特征，例如有人像父亲性格内向，有人像母亲很热情外向，有人爱说话像爸爸，有人话很少像妈妈，还有人天生一副金嗓子，唱歌好听像他的外婆，有人技艺超群像他的爷爷，还有人爱好文学像奶奶，还有人的数学天才像外公等等，这些都属于天性遗传。还包括了喜怒哀乐、情感交流、说话、思维、学习能力等等。说到学习能力的信息，小孩子从1年级到小学毕业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但是不论有多聪明的动物，不论你对它怎么样的培训，是绝对做不到小学毕业的。因为在我们人的基因组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这样学习能力的信息，这不是进化来的，是信息决定的。谁都知道机器人能够工作，除了有硬体，还有让它工作的软体信息，而 DNA 是软体也是硬体。例如一只小鸟能够在空中飞，是 DNA 让它长出能飞的翅膀这个硬体，还输入了让翅膀能飞的软体信息。当人们在电视中看到动物世界，总是会啧啧称奇。事实上，人和一切生物都会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奇妙之处。这些各自的奇妙之处，进化论告诉人们，这是进化的结果。认识 DNA 才知道，这都是硬体和软体的结合。硬体就是物质遗传信息，软体就是非物质遗传信息。DNA 非物质遗传信息的另一部分是指令系统，这是计算机学者最熟悉的内容，也是生物学者最难理解的内容。计算机的指令系统被称为 CPU 的灵魂，而非物质遗传信息中的指令系统也可以称为 DNA 的灵魂。DNA 非物质遗传信息中的指令系统到底承担了哪些工作呢？ DNA 转换 RNA， 翻译蛋白质，它为什么会这样做？是指令系统的工作。细胞分化成不同的细胞，而不同的细胞中又都有相同的60亿 DNA 编码，
谁让他做，他为什么会做，是指令系统的工作。产生各种器官，各种器官还可以相互配合工作，谁让他们这样做的？指令系统。当然，还有精子和卵子的产生是通过减数分裂，而减数分裂的每一个过程都不会自然发生，都是指令系统的工作。可以说，生命的全部过程都是 DNA 物质信息和非物质信息的结合，都是软体和硬体的结合。请看有神无神科学大 PK 之2。